嗨，你知道年薪10万美元在美国买得起什么样的房子吗？还是你认为赚得越多，买的房子就可以越大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真实的数字。Grab your cup of tea and let's get started. 过去这3年，美国的房价一直在涨，但是工资却跟不上。根据统计，美国每个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大概是8.3万一年。但是美国的房价中位数是40万，再加上现在大概7%的贷款利息，买房对很多人来说就越来越困难了，甚至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算。我的老观众可能知道，我以前有个老本行，其实是一个 loan officer， 就是一个贷款经纪人。我以前的公司呢，会给我一个 spreadsheet， 就是每次有客人找我问我他的情况可以贷多少钱的时候，我会用那个 spreadsheet 给他算一下。其实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只要那个客人愿意付更高的利息，其实他是可以 qualify debt to income ratio 50%以上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月他花在还贷房子上的钱可以高达他的收入的50%以上，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To be honest， 为你着想的经纪人肯定会劝你不要这么做，不要买那么贵的房子，太超出预算了。但是也有一些经纪人 focus 的是把这个生意做成，这样他好赚他的佣金。I'm just being honest here。 真正对你的 financial planning 有利的一个 guideline 是，如果你的每个月房子开销可以控制在你税前收入的28%以内，那才算是一个比较 comfort zone， 让你不会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因为你还想要有足够的钱可以去过你的生活， have money for emergency fund， 万一有个什么情况需要用钱呢。如果你每个月花多于28%你的收入去还贷，那你大概可以算成一个房奴的 category 了。我平时 on a daily basis 就是每天会 consume 一大群的 financial information， 我也有几个很喜欢看的 financial advisor， 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他自己做了一个 mortgage calculator 网站，我去玩了一下，觉得挺好用的，非常简单，不像我以前经常用的那种有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太多 information 让你输入，或者是它会要你一些 personal information， 比如说你的名字 email 什么的。这个 calculator 它啥都不要。Of course 我这儿都没有广告啊，我这儿1分钱拿不到，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挺好用，所以 as you guys know， 我就会找到什么有用的就推给大家。我就用了它的这个 calculator 来算了一下，根据不同的年薪和利息，你更 comfortable afford 多少钱的房子。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上数字。我们先从一个8%的利息开始看，虽然现在美国的30年固定利息房贷是大概7%，但是也快要到8%了。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一个正常的美国家庭的 median 收入8万，它可以在8%的利率情况下买一个大概23万的房子，比较适合。而如果这个家庭的收入是大概美国的 top 1%， 也就是50万一年的话，它可以在8%的利率情况下买一个145万的房子。这些数字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假设的，我算的假设是每年的房地产税加上房子保险是这个房子总价的1.75%。这个估算对于住在加州的人可能稍微高了点，加州可以算1.25到1.5。那德州就是3%都不够了，你可以根据你自己住的那个州的情况下再改一下。其他我用的 assumption 是放了10%的头款，我们的收入算的是 gross income， 也就是税前收入，利息算的是 30-year fix 30年固定利息。等我们看完这个 table 再去做一个具体的例子。接下来我们来看30年贷款7%的固定利息，收入8万的话，它可以买一个25万一的房子。如果这个家庭收入非常高，50万的话，那它可以买一个157万的房子。这边这个 table 的利息算了好多，我就直接从7%跳到3%吧，因为3%是几年前的利息，也是我们想要回去的一个利息。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利息的不同可以造成多大的 difference。 如果你的利息是3%， 8万年薪就可以买一个36万的房子，50万年薪可以买一个220万的房子。相比刚才我们看的7%的利息，你可以买的房子多了63万，也就是增长了40%。至于什么时候我们会回到3%的利息，这个我只能说今年不太可能，再看吧，很多 factor。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人是住在加州硅谷这边，所以我就来算一个硅谷的工程师家庭的例子。初级的年薪总包裹大概是15万到17万一年， staff 或者是 lead 就是比高级工程师再高一点的10年以上经验的，他的总包裹可以到35万到50万一年。
我们这个例子就看一个中级的吧，家庭夫妻2个人都是在 tech industry 工作，也就是一人收入25万，加起来就是50万的年薪。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你的其他贷款，比如说学生贷款啊、车子贷款。跟面在我的频道的观众都是大概35岁以上的同学，所以我就不写什么其他贷款了。单配头款我们刚才算的是10%，大概就是20万。因为硅谷这边大部分的工程师都住在San Jose、Santa Clara County 那边，因为离工作比较近，那边的房价中位数大概可以达到202万美元，比去年涨了9.8%。这个城市也是美国第一个房价突破200万作为房价中位数的一个城市。这个房价我每个月要付的房地产税大概是2600块钱的保险，物业管理 HOA 我就写200吧，因为现在硅谷这边没有 HOA 的社区已经越来越少了，除非去找那些比较旧的。这样子这笔账算下来，这个家庭可以买的房子是150万，比较 comfortable。我们的利息算的是7%，就是现在的固定利率。如果你去一个 loan officer 跟你说你可以买一个200万的房子，而不是150 ，technically 你是可以的，但是以我们视频一开始说的，你应该每个月花低于28%你的收入去付房子，才能过得比较舒服，还是买一个150万的房子作为最高线比较好。我们算的是一个家庭收入50万美元。前1%的收入的家庭在美国其实也就是一年57万到60万一年，我说的是税前。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加州湾区这边住，你就一个人收入20多万一年，你都买不起一个中位数的房价的房子。美国 overall 也是一样的，平均家庭收入刚刚说的是一个家庭8万3一年，房价中位数是40万，就算你有3万存款，你可以买的房子的价钱也就只有26万而已，比房价中位数40万还要差一大截。这个 case 银行会贷给你的可能最多是34万1的房子。But 我们都不想要做房奴，所以建议还是不要买到 maximum 你的可以贷款的 limit。因为买房子除了房子本身的价钱，你在真正拿到房子之前还有一大笔 closing costs， 那个最起码在这种 case 就是几千块钱甚至上万。买了房子以后还有很多你想到的想不到的 cost， 换屋顶啊、修水管啊、HVAC 空调坏了，如果你有院子的话还要修草地，还有你永远都需要支付的房地产税和房屋保险。这些隐藏的成本往往会让买家措手不及。年薪15万在德州可以买个大房子，但是在加州湾区只能买个小公寓。我的建议还是量力而行，别买超出负担的房子，保持经济自由，自己可以掌控钱，才能有更多自由。你觉得美国在哪里买房最划算？留言告诉我。这集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见。 Take care and have a good day， 拜拜。感谢我的会员小伙伴们 Jason K、 Anna 吴、周宇、张庚，谢谢你们。这个视频我会发2个 version， 第一个是抢先看没有广告，第二个是大家都可以看的会有广告。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